清乾隆御窑厂制粉彩缠枝连纹笔写真品，价值380万到450万。380万是乾隆粉彩御窑厂真品，房租清远阁有救了，真的有救了！不能急，绝对不能急。武安行最忌讳漏气，摊主但凡看出一点苗头，价格都能翻上天。哎，老板啊，那些旧书怎么卖？啊，1本20，5本80，10块1本吧，我挑2本。那行，给你吧。过去了。Hello。哎，这黑疙瘩是什么玩意儿？啊，你说这个啊？不知道哪儿收来的，在我这儿放好多年了，一直没人要。全是油啊！这是不是放厨房里盛酱油的呀？是吧？你要啊？给100块拿走吧，我还能腾块地方。100啊？50我都嫌多呀。那你给多少？30我都收不来呀。那我不要。哎，80，最低了。50，不行就走了啊。行，给你吧。占我地方这么，你们赚大了，我告诉你哦，老板。老板，这玉壶春瓶，画工倒是规整，釉面也显温润。什么年代的？姑娘，好眼力呀！这可是正经的乾隆民窑的精品。你看这青花发色多沉稳呢，还有啊，这缠枝连纹画得多流畅啊，这包浆也自然，这绝对是开门的老物件。乾隆民窑啊，这器型倒是规整，青花发色也还算沉稳，声音也清亮。不过这釉面的光泽是不是有点太过于贼亮了？这底部的漏胎处，火石红似乎有点太浮了。哎呦，姑娘啊，你有所不知了，这瓶子它可是传世品啊，保存得好，没怎么受过土蚀，光泽自然亮堂。至于你说的火石红嘛，那是入过土又传世盘玩出来的效果，怎么能叫浮呢？爸爸常说民窑精品最考验眼力，高仿品足以乱真。这个瓶子看起来大开门，但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可具体又说不上来。怎么样，姑娘，机不可失啊，这可是绝对的好东西啊。现代高仿，做旧手法高明，当前市场价值300至500元。老板，你说这是传世品啊？真正的传世品玩出来的光泽是内敛的宝光，润而不刺，而你这瓶子的光，这明显是刚出窑的火气没退干净，然后再用蜡打磨出来的贼光。至于这火石红，颜色浮于表面，分布过于均匀，是用了化学药水浸泡催出来的。真正的火石红呢，是从胎骨里泛出来的，深浅不一，有过渡。你小子别在这儿信口开河，画我生意啊！哎，再看。对啊，是贼光，这火石红也太均匀了，原来是做旧的。底足胎土过于细腻均匀，是现代机械炼泥的结果。真正的乾隆时期的民窑，胎土没这么讲究，会带有杂质和孔隙。姑娘，你的怀疑是对的。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点破，我差点就……是我学术不精，还得好好练练。我们这行啊，水深，小心点呢是好事。你们到底买不买？不买，别在这打扰我做生意。走。你好，我是林雪，是雪月阁的，能认识一下吗？你是陆晨。你能教我看东西吗？我请你喝奶茶。可以啊。我说这是谁呢？这不是我们陆大少爷吗？姐，聚宝轩的王老板这次可算把压箱底的好货让给我了，80万。人家说了，这瓶子摆在客厅里风水都能转3转。哼，小文也说好看。这不是我们大名鼎鼎江城一中的传奇人物，清远阁的少东家陆晨，陆大少爷吗？陆大少，你不在你家那个快倒闭的店里待着等死，跑这儿来捡垃圾啊？哼！哟，小雪，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我得说你2句了啊！你这都跟什么人在一起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就他家那个破店啊，欠了一屁股债。当年他的父母啊，就是眼力不行，活活给气死了。就这种人，配站在古玩街吗？配碰古董吗？柳成人，你说话放尊重点。小雪，给你看看我新淘过来的大宝贝，聚宝轩的镇馆之宝，正儿八经的乾隆官窑玉壶春瓶，我花了80万请来的。你们看看，这画工，这釉色，这器型，你再看看他怀里那个，这什么玩意儿？怕不是在哪个垃圾堆里捡出来的？黑不溜秋，跟茅坑里的石头似的。就是柳少说的对啊，那破玩意儿就是我摊上垫桌脚的，我50块钱卖给他，我都亏心呐。清远阁就接吻那家快关门的店吧？就那夫妻俩赔光的那家店吧？谁知道那家儿子也是那德行，抱着个垃圾当宝贝，笑死人了。陆晨，李小文现在跟我好，他说你连个像样的包都买不起，你这种货色只配在泥里打滚。来，大家快来看看啊！这个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江城一中高材生呀，清远阁的继承人，现在呀就是个穷光蛋，只配在垃圾堆里捡垃圾了。你们看看这玩意儿，白送我都不要，给狗啃，狗都嫌它硌牙呀。他不是从哪个死人堆里刚刨出来的？真他妈晦气！刘少，你刚才说你这是什么？乾隆官窑影啊？哎呀，你说你眼瞎的毛病呢？从高中的时候连抄我作业，连名字都能抄错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拿个假瓶子，你敢说我这花瓶是假的？陆晨，你这个家破人亡的丧门星，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今天弄死你！我让你去陪你那对垃圾父母。你怎么说话的？刘成人，你除了会大呼小叫，还会说什么？路程敢一条条说清楚，你敢一条条听吗？是不是心虚啊？行，我跟你说清楚。第一呢，先看款识，你这个字体浮夸无力，软趴趴的像蚯蚓爬。你觉得乾隆官窑的款识会是你这种货色？刘少，你但凡看过一本乾隆官窑款识图谱，你都说不出这是真的。这叫古朴，你懂什么？行。第二，要看釉色，你这个呀，火气冲天，光刺的人眼睛疼。真正的乾隆青花，釉面温润如玉，是内敛的宝光，不是你这种地摊玻璃的贼光。好像是亮了点啊。这是保存的好，保存的好，那咱就看第三点，咱看骨子里是什么货色。真正的古瓷呢，历经岁月，胎骨温润，而你这个瓶子呢，胎质粗糙疏松，用的是现代机械压胚，这里面满是气泡和杂质。最可笑的就是你这个，老板，借你强光手电仪吗？大家请看，这是化学药水浸泡做旧，再用喷枪模仿岁月磨损的痕迹，手法低劣，连高仿都算不上。现在景德镇批量生产的低端产品，成本最多800，而且包邮。80万买10万买像这次亏到姥姥家，笑死人了！刘成人，听见了吗？800块，你还跟个宝似的在手里捧着，就你这眼力，还好意思说人家是下等？我看你啊，才是最大的笑话。让一让，让老夫来看一看。刘少，可否让老夫一观？哎呀，王爷爷，哎呀，您快看看，这肯定是真的，肯定是陆晨那个废物瞎说。刘少，这釉面手感确实不错，胎足露胎处啊，火石红是后染的，青花发色浮于表面。这瓶子正如这位小友所言，是件新仿，还是假的呀？而且仿得不甚高明。王掌柜，既然您在这儿，小辈这儿也有一样东西，想请您帮忙长长眼。这染料渲染，层次分明，这包浆温润自然，这就是岁月摩挲出来的宝光啊！
这位小友，这难道是乾隆本朝御窑制作的粉彩缠枝连纹笔洗吗？真品呐，真品呐！乾隆粉彩，御窑厂，真的假的？王掌柜亲口认定的真品，这黑哥的是国宝。这位小友，你这笔洗卖不卖？不卖，老夫愿出300万，现款马上转账。你早就看出来了？从你花50块钱买它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柳承仁，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花80万买了个破烂，人家50块买了件国宝，到底是谁有眼无珠，谁才是真正的行家？柳少，现在谁才是捡垃圾的？不可能啊！假的，都是假的，是你们啊！是你们骗我！我这是真的，是真的！柳少，你怎么了？快叫救护车！叫救护车呀！叫啊！活该，这就叫恶人有恶报。陆成，你走吧，真是晦气。他不会死了吧？那我们一会儿喝什么奶茶？哎呀，爸妈，看见没有？咱家有救喽！陆晨，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啊？啊！我告诉你啊，今天你不还我钱，我把你这个店给你砸了！刀疤哥，钱过几天就有了。你等我把东西出手了，我就第一时间给您还上，连本带利。你能有什么好东西啊？我看陆老板，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给我砸！啊！我没说不还你们钱的。你们干什么？小爷小爷，就是这样。你们干什么？不是，你是谁呀？啊！敢在我林月如的面前撒野，滚！你给我等着！小爷，这就是超级厉害的陆晨。陆晨，这是我小姨林月如。你好。你就是陆晨啊？让我外甥女念叨了一路的大师。没有，大师谈不上，还是感谢阿姨出手相助，谢谢阿姨。小姨，就是那个笔洗，乾隆官窑的，值几百万呢。几百万？就这？小子，古玩行的水深着呢，运气好一次不算什么。你别是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或者这根本就是个套，想骗我们小雪这种不懂行的。小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陆晨他不是那样的人。没事，林小姐谨慎点，能理解。但是东西就在这儿，是真是假自有公论。清远阁虽然小，但是做的从来都是光明正大的事儿。小姨，你看啊，陆晨有这么一个宝贝，他需要一个好的平台才能卖出高价，而我们雪月阁也正好需要一件好的拍品。如果我们雪月阁帮他卖这个宝贝，岂不是一举两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跟我们回雪月阁一趟。要是让我发现你徒有虚名，或者敢打我们小雪的主意，不会，没有。等一下，我姐，走吧，你等我一下啊，姐。老板，陆晨那小子，他攀上高枝了。过程我都已经知道了，你不仅没有逼走陆晨，还让雪月阁那个林月如当场把你给揍了。刀疤，你真是越来越有长进了。老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我带人把他雪月阁给他砸了。蠢货！然后让执法者顺藤摸瓜找到我这儿。现在雪月阁已经明目张胆的插手了，你还以为小打小闹呢？打狗还要看主人，你陆晨竟然敢当众打我的人，简直不把我云烟斋放在眼里。还有雪月阁那几个女的敢和我作对，这笔账已经不是简单的把他陆晨的东西拿走那么简单了。刀疤，你给我听好了，从明天开始，24个小时派人盯紧陆晨和雪月阁，我要知道他们去了哪儿，干什么，所有细节一清二楚。老板，你的意思是连雪月阁一起？不能留了，
至于那个陆晨，他不是眼光毒吗？他不是会鉴宝吗？雪月阁不还指着他重振旗鼓吗？好啊，哼，那就让他知道知道古玩这行的水有多深。好，老板，我一定盯紧陆晨和雪月阁，我不会再犯错了。陆晨、林雪、简雪、林月如，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得罪我柳如烟的下场。来这边，陆晨，你看，这就是我们雪月阁的鉴定室。我告诉你啊，我们雪月阁是整个江城最老牌的拍卖行，从我爷爷那辈就创立了，到现在已经快100多年的历史了。确实有100年底蕴。陆晨，你坐。哦，好。陆晨，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们雪月阁最近遇到了点麻烦。柳如烟的云烟斋这几年势头很猛，抢了我们不少生意和客户。这次请你来，一是真心的想要和你合作，二也是想请你帮帮雪月阁。哦对，一会儿要来的是简雪姐，她是我们这儿的首席拍卖师，也是一个鉴宝天才。不光人长得漂亮，能力也很强，就是脾气有点冷，眼光毒得很，好多老藏家都怕她呢。是吗？那我更想见识一下啊！还有我的小姨林月如，刚才你见过的，她是负责我们整个拍卖行的安保的，从小练武，厉害着呢。不过她总是觉得接近我的男人都不怀好意，所以一会儿你别介意啊。不会的。小雪，小姨，简雪姐。小雪，这就是你在电话里激动了半个小时说的那位在地摊上捡了国宝的陆晨陆先生。你好。小雪，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古玩行里骗子最多，尤其是那些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某些人仗着自己有张小白脸，编个故事就想骗财骗色，这种套路我见多了，我们雪月阁现在处境艰难，更不能出任何纰漏。小姨，简雪姐，你们别这样，陆晨他很厉害的，刚才在街上连王掌柜都亲口认证了，那件笔洗是真的。王掌柜，真古斋的王老爷子。他年纪已经大了，偶尔走眼也是有的。陆先生真是年轻有为，不知师承哪位大家？是故宫博物院的哪位老师，还是哪个流派的传人？没有，我这个家传手艺不值一提。那东西在这儿是真是假，一看便知。小子，我警告你，要是敢拿假货来消遣我们，浪费我们雪月阁的时间，后果你承担不起。小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小雪，月如姐的话虽然直白，但并不是没有道理。古玩这一行，信誉就是生命，我们雪月阁现在更不能有任何闪失。这是还是乾隆时期的，这器型倒是规整，缠枝莲纹画的也还算流畅，这釉色肥润莹亮，有胶质感，是典型的乾隆时期特征。这画工连瓣的晕染层次分明，过度自然，绝不是普通仿品能达到的。这胎质细腻洁白，这橘皮纹自然均匀。怎么了，简雪？你再好好看看，就算这做旧水平高，肯定有破绽。林小姐，你指那个应该是人为附着物做旧，那种通常用胶水混合泥土凝制而成，油烟熏制，附着生硬，分布不自然。这鼻息角落的包浆温润厚重，这是由内而外泛出的宝光，与污垢融汇自然。这是岁月沉淀的痕迹，绝非短时间能做出来的。还有这酥麻离清的晕散感，青料深入胎骨，铁锈般分布自然，这确实是清代早中期特点。就算这些特征都对，也只能说明仿造者水平高。现在这高仿技术日新月异，高水平仿造成本极高，谁会耗费如此巨资去打造一个相对冷门的笔洗，然后扔地摊上卖100，换你干嘛？逻辑上都说不通啊！陆先生见识不凡，这件缠枝莲纹笔洗，从釉、彩、胎、工、形、釉器等方面初步判断是对的。耶，我就说吧，
简学姐都说是真的。但是为了对客户100%负责，我们要进行更严格的科学检测。对，科学检测最准。就算鼻息是真的，也只能说明你是运气好，碰巧蒙对了。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呀，更何况我的运气向来不错。陆先生，我这里有3位朋友送来的物件，困扰了我们许久。1件瓷器，1幅字画，1件铜器，都让我们的鉴定团队意见分歧。能否请你长长眼？这3样东西可是难倒了好几位老师傅，陆先生可要仔细看。陆晨，别紧张。没事儿。哎，简小姐，您是想考教陆某的眼力，还是真心求教？有何不同？若是考教，我说出结果便是；若是求教，我可以说出理由。哼，口气还不小。那你说说看吧。好，这件宣德青花呢，青花发色艳而漂浮，釉面贼光未退，款式绵软无力，而且最重要的就是，看釉下气泡均匀如鱼子，大小一致，这是现代器窑的特征。而真正的宣德青花用的是柴窑，气泡大小不一，层次分明。此物现代高仿，做就时间不超3年。而这个唐伯虎，画工尚可，磨得形似，但败笔有2：一是纸，唐寅所用当为明代中晚期棉料宣纸，纤维长短不一；而这个纹理均匀，这是机器压制的痕迹。2是墨，真迹墨色历经数百年，沉静内敛，而此画墨色浮于表面，分布过于均匀，这是大概去年天津出的货。至于这款铜炉，底款大明宣德年制，比例稍弱，刻工略显迟疑，是后刻的，但是器物本身手感坠实，包浆厚实，这个是经年累月人气盘玩所致，仿不出来。这是一件明末清初时期高手的仿宣德炉作品。你居然知道的这么清楚，连产地和大致年份都……这件铜炉，我们之前一直以为是民国仿，断代在清末明初，你居然一眼就……明末清初，这断代比我们之前判断的早了近200年，价值至少翻3倍吧。你看，我就说吧，陆晨是最厉害的。陆先生，哦不，陆大师，您真是神乎其技，眼力、见识、判断皆是我生平仅见。我为我们之前的失礼和怀疑向您郑重道歉。你确实是有真本事，是我林月如有眼不识泰山了。说话难听，对不住，我们雪月阁现在确实需要您这样的高手。哎呀，简小姐、林小姐言重了，陆某只是家学渊博好，加上运气好罢了。陆大师，这绝非运气。明人不说暗话，我们雪月阁现在处境艰难，柳如烟的云烟斋步步紧逼，抢客户、挖墙脚，甚至不惜散播谣言诋毁我们。我们需要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需要一件能镇住场子的重器，更需要一位能稳定军心的定海神针。今后您捡漏得来的宝贝，可以全部交由我们雪月阁来拍卖，我们只收取行业内的最低佣金。另外，我们诚挚地聘请您担任我们雪月阁的首席特邀顾问，不需要坐班，只需要在有重要藏品和疑难杂症时出面把关，年薪300万，另有绩效分红。合作可以，但我有2个条件。说。第一，我只负责鉴定，不参与你们的日常管理和商业决策。第二，我只是你们的合作顾问，我不想被打扰。完全没问题，都写在合同里。陆先生，您这是答应了？陆晨，不，师傅，你实在太厉害了，你能不能教教我？我也想学鉴宝。我们一起把雪月阁重新做起来，把元斋比下去。小雪，别胡闹，鉴宝需要天分和累积，岂是儿戏？不过陆先生，小雪虽然莽撞，但说的是实话。我们雪月阁现在确实需要你。哎呀，可以，拜师就不必了，我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偶尔和你讲一下入门的基础知识。真的吗？太好了，一言为定。一言为定。陆先生，
您的那件笔洗保守估价在400万以上，它将是我们秋季大拍的重头戏。等拍卖流程走完，拍出之后，扣除押金，再支付剩余款项。我会先让财务支付给您100万预付款。好。爸妈，你们看见了吗？清远阁保住了，陆家不会倒。柳承仁、柳如烟，我们的账慢慢算。这太小看着还挺好的。是啊。哟，陆老板，生意兴隆啊！哎，你现在可是雪月阁的大红人，柳老板让我们向您带好啊！柳如烟，他有什么指教啊？指教不敢当，柳老板知道陆老板现在是火眼金睛啊，特意派我送来一件重器，给您长长眼。哎，你可不能退缩啊！要不别人该说你是欺世盗名的骗子，也给雪月阁丢人。果然来了，柳如烟这么快就坐不住了。这么贵重的元代青花国宝，柳老板不自己留着，反倒拿给我这小店来长眼。陆某年轻学浅，恐怕担不起。陆大师谦虚了，谁不知道您是火眼金睛啊？我这个瓶子，您就给长长眼。哎呀，我不。陆晨，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今天这瓶子你是长也得长，不长也得长，要我就让全古玩界的人都知道你那雪月阁狗屁不是，到时候我看你们怎么做生意。大八哥，那就献丑了。是元青花吗？看着像是。哇，元代青花苏麻离青料铁锈斑深入胎骨，吸光内蕴。哦，哎，书上和电视上应该都是这么说的，对吧，大八哥？那可不，这是正儿八经的国宝，至正型元青花，柳老板从海外重金淘回来的。哦，可惜呀，诸位请看，这所谓的铁锈斑呢，颜色紫黑，边缘锋利，像是用墨水点上去的。而真正的苏麻离青铁锈斑呢，是在烧制过程中自然析出凝聚而成，边缘呢有自然的晕散感，像水墨在宣纸上印感，深浅不一，生动自然。而这个呢，看颜色是不是淡了？它掉色了，这是人为用高锰酸钾自然析出的，腐蚀釉面做出来的假锈，徒有其表，败絮其中。哎，你可别胡说啊，这是为包浆。那咱就再看这釉光，元代青花呢是历经数百年岁月，釉面宝光内敛，温润如玉，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柔光，俗称蛤蜊光。而你这个，乍一看似乎温润，但细看之下呢，光泽呆板，像一层浮蜡，行话叫死光，或者是贼光未退尽。你别空口白牙啊，拿出证据来。那咱就说点再实在的，胎土。元代制瓷呢，用的是景德镇麻仓土，俗称糯米胎，放大它呢有粗颗粒感，烧成后啊，底部漏胎处常常带有自然火石红。啊，你们看看这胎土细腻洁白的像面粉，均匀的过分。这个呀是现代高岭土，经过多次淘洗、过滤机器炼泥的结果，而且手感异常坠实。这个呀是为了模仿古瓷的厚重感，造假者呢往往在胎土里掺入石英粉、水泥来增重。这种胎呢毫无古意，一摸便知。你血口喷人啊！你有什么证据啊？就你们这种粗糙的手法、低劣的手段，还有你刀疤今天反常的捧场，应该是云烟斋的柳如烟派你来的吧？想用8000块买一个破烂就想冒充国宝来砸我招牌，砸我们雪月阁。你们云烟斋呀，也就这种下三滥的本事了。你放屁！我告诉你啊，陆晨，你敢侮辱柳老板啊？断我财路！哼！好，我今天非扒了你的店不可！你又来！我看谁敢动手！
怎么，云烟斋柳老板的手下只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了？踢馆不成就要动手砸店，古玩行的规矩都让你们就饭吃了。林月如，这是我跟陆晨的私人恩怨。私人恩怨？你带着假货来我们雪月阁合作顾问的店里闹事，还想打人砸店，这已经是寻衅滋事，违法乱纪，我们已经报警了。哎呀！各位亲朋邻居啊，你们看到没有？他们云烟斋拿假货来找我长眼，就因为被我指出破绽了，他们就要砸我的店。你太过分了你这样以后谁还敢跟你们做生意啊？你这种行径是什么？这是恐吓，这是黑社会做派。今天他敢对我这样，明天就敢对你们在座的各位这样，这谁来报警呢？哎呀！说得好，云烟斋太黑，居然养货坑人，报警，法制是会把你抓起来。好，你们给我等着！哎，大哥，国宝，小心着点，别把你的国宝给摔坏了。大哥，告诉柳老板哈，下次用酸别太多啊，釉面都烧坏了。陆晨，你也太厉害了，你是怎么一眼就看出来的？还有，你怎么知道是柳如烟指使的？假的就是假的，破绽太多。至于柳如烟嘛，你说除了她，还有谁会这么着急，想把我刚立起来的名声给打下去啊？跳梁小丑，陆晨啊，你这次算是把云烟斋给得罪透了。柳如烟这个女人睚眦必报，你可得小心点了。债多了不愁，我也不怕她来找我，她来找我，我也不理她。如果她非要来欺负我，但她要是执意要碰一碰雪月阁，我保定。没错，让我们一起把云烟斋比下去，让雪月阁重回巅峰。耶，耶！陆晨那个废物，王掌柜竟然亲口认证他捡那个破东西是乾隆珍宝。成人，别生气了，来，喝杯酒消消气，这可是你最喜欢的罗曼尼康帝。消气？我怎么消气？现在全京城人都知道，我柳成人花了80万买了一个假瓶子，而他陆晨花了50块钱捡了个国宝。他在古玩界还不给我紧面子，这都不算完，雪月阁那3个女人居然当场就把他给请走了。林雪那个小丫头片子竟然还挽着他的手，简雪那个女人竟然开出了1年300万的顾问费。300万，他陆晨凭什么？他不就是一个父母早亡、店铺早就要倒闭了的穷光蛋吗？他凭什么踩在我的头上？成人，你冷静点。陆晨，我跟他在一起3年，他什么德行我最清楚。他呀，就是个书呆子，成天除了啃他爸留下的那几本破书，没有什么本事的。早年间家里好的时候，看着还可以，现在，就是个空架子。王掌柜亲口说，乾隆粉彩几百万，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古玩店每天人这么多，总有人走运捡漏的。他呀，就是运气好，蒙对了一次。你还真当他有什么大本领啊？古玩店每天人这么多，总有人走运捡漏的。成人，你想啊，他要是真有那眼力，他家境能落魄成那样？他爸妈能收一批批假货被活活气死，还有他之前能被刀疤那种混混逼得走投无路，不过就是运气好，加上他耍点小聪明，才糊弄了王掌柜那种老头子而已。雪月阁已经被你们云烟斋压得喘不过气了，正需要一个噱头来挽回名声。陆晨他就正好撞上了，他们就顺水推舟把他拉出来做个活招牌。说白了，他不过就是雪月阁的一个棋子，一个工具人而已。你还真把他当个人物了。哎，你别说，说的有点道理。
本来就是嘛，你呀才是真正的豪门少爷。他陆晨不过就是底层爬出来的小人物，你可是跟着赵一眼大师学本事的。像他那种小角色，就算一时得意，也改不了骨子里的穷酸和短视。既然他没什么真本事，全靠运气，那我更不能放过他了。他当街让我姐出丑，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前不给我面子，这笔账得好好算算。你打算怎么算呢？他不是眼睛毒吗？那我就带他去一个考眼力的地方，赌石场。我要在那里彻底把他踩在脚下。赌石？太好了，成人，到时我陪你一起去，我要亲眼看看陆晨是怎么跪在地上求饶的。陆晨，这个月的流水算出来了，光是那件比喜的预付金，再加上那几件小拍的佣金，我们这个月就已经入账120多万了。哦，清远阁的房租不但够了，我们还可以把店面重新装修一下。哎呀，装修倒不着急，先把之前的欠款给还了吧。剩下的呢，我想买点一些好东西来镇店。哟，收拾的挺像样的嘛。陆晨，你是不是他妈的现在很得意啊？真以为抱上了雪月阁这个大腿，就真的飞上枝头当凤凰了？柳成人，你干什么？柳少，打碎物品呢，照价赔偿。你打碎的那个青花瓷瓶是清中时期民窑精品，估价33.8万，给你抹个零，33万。33万？陆晨，你他妈想钱想疯了！就那堆垃圾，你还好意思管我要钱？店里的监控可都已经录下来了，你无故闯入，故意损坏财物，视频里可都记录得清清楚楚。你要么现在赔钱，要么我马上报警，告你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你柳大少要不要去拘留所待几天？钱？老子有的是钱，33万是吧？这是一张100万的支票。哎呀，不过这钱啊，可不是那么好拿的。你拿了这钱，要跟我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赌石场。你不是鉴宝很厉害吗？在地摊上还能看出那叫什么乾隆官窑，就是不知道你这眼力啊，能不能看到石头壳下的东西？你敢不敢跟我去赌石场玩一票大的？陆晨，别去，赌石跟鉴宝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那里面的水太深了，一刀天堂，一刀地狱，他肯定已经设置好陷阱，等着你跳。我们的陆大师啊，只会躲在女人身后大喊大叫。也对，毕竟是个穷鬼，连饭都吃不起，怕是连赌石场的大门往哪儿开都不知道。我得说说你啊，林雪，你看你找了一个什么玩意儿？除了嘴皮子厉害，剩下的什么都不是。成人，你跟这种人废什么话呀？100万，打发叫花子都嫌多。哟，陆晨，好久不见啊！你看看你现在还守着这破店，听说你跟雪月阁的人搭上了，说是做顾问哦。好听点呢是顾问，难听点呢，不就是给人家打工当鉴定师吗？能赚几个钱啊？宝贝说的对，陆晨，别怪我没给你机会啊！咱们就玩点简单的，咱们每个人各选3块原石，当场切开，谁的价值高谁就赢。赌约都写好了，谁输了就跪下来，磕3个响头，当着所有人的面学狗叫，然后终止所有和雪月阁的合作。你休想！陆晨，你别答应他，这就是赤裸裸的陷阱。林小姐，你紧张什么？难道是怕你的陆大师露馅儿，被人发现其实没什么真本事，全靠运气和一张嘴？毕竟赌石嘛，做不了假的。
石头里有什么东西啊？可不是靠一张嘴皮子能编出来的。陆晨，你要是怕，现在也行，跪下，给我和我宝贝道个歉，然后说，哎，柳少，哎，对不起，我不该得罪你，哎，100万还是你的啊，咱们今天这事儿就过去了，怎么样？哎呀，看清楚了，白纸黑字，公证人都找到了，签个字，可就不能反悔了。啊，那我签了。陆晨，不过赌约要加一条，加一条，谁输了，谁就永远退出江城古玩圈，白纸黑字，公正有效。而且赢家所在之地，输家必须退避3舍，输家不得参与玉石、古玩等相关的生意和活动。怎么回事？哎呀，柳少，害怕了，对自己没信心是吧？哎呀，玩太小没意思，你要不然学学狗叫，跟闹着玩似的，哼，配不上您的身份啊。好啊，来，陆晨，有种，玩就玩，谁输了，谁从今天开始退出古玩圈。现在就走，咱们在赌石场上见真章。成人，这个赌注是不是太大了？万一……没有万一，我今天让他输的连裤衩子都不剩。咱们走。哼，哎，陆晨，你疯了！赌石场的水很深的，根本就不是你靠眼力可以完全看透。而且那个柳成人，他为了学赌石，拜了赵一眼为师。赵一眼在赌石场已经混了30多年了，他们肯定已经跟赌石场的老板串通一气，就等着你往里跳呢。没事没事，你放心啊，我有分寸。正好呢，我也想见识见识他那个什么对眼师傅的什么本事。这个呢，就当成一会儿他交给我的学费了。走啊！拿走了。好，带走。哟，柳少，今天又来玩点大的呀？嗯。哎，这位美女是？这是我未婚妻，带她来看看，顺便呢教训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你说的是那个在古玩街让你姐姐下不来台的年轻人？师傅，就是他，叫陆晨。真有个赌石场啊！这咋看起来破破烂烂的，比我还穷呢？年轻人，古玩和赌石是两码事。古玩看的是历史、工艺传承，赌石看的是运气和经验、胆量还有人脉。这里的水远比你想象的要深，现在认个错，离开还来得及。对呀，刘少、赵老，大家都是朋友，何必伤了和气呢？这样，我做东，大家喝喝茶，聊一聊。不要，赌约已定，还是按照规矩来吧。怎么个赌法来着，柳少？简单，这里的原石，每个人选3块，不管大小，不管价格，现场切开，谁开出的翡翠价值高，谁就赢了。输的人跪下来，然后学3声狗叫，永远退出古玩圈。成人，你跟他说那么多干嘛呀？赶紧开始吧，待会儿我还要去挑结婚戒指呢。陆晨，别说我欺负你啊！这里的原石随便挑，哎，价格我出。今天呢，我就让你好好见识见识，什么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俩咋这么磨叽呢？快开始吧！就他了。你他妈是来搞笑的吧？怎么平时捡垃圾习惯了，赌石都来这一套？这种货色的原石，要是能开出翡翠，我把它吃了。你们不是因为没钱挑了块最便宜的料子，实在不行跟我们成人借点，买块像样的也行啊。小伙子，这块表现的真的太差了，要不你再看看，那边有性价比不错的公金料，虽然很难大涨，但也不至于完全垮。陆晨，你要不再看看？柳成人他们肯定会在好料子上做了手脚，但这个也太……哎，没事儿，相信我。看来我高估了这小子，这块料懂行的都不会碰。
说的是啊，这纯粹充数啊。既然你已经选择了你的宝贝，现在该轮到我了。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真正的赌石。那块儿，还有那块儿，哦，还有这块。柳少好眼力啊！这3块石头加一起，总值630万。看见了吧，陆晨，这才叫做赌石。赌石玩的是眼力，是魄力，是实力，不是你在垃圾堆里捡破烂的运气。哼！今天呢，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陆晨，他们选中的石头看起来好贵，表现也不错。我们没事儿，放心，看着就好。老板，准备解石吧。柳少，您看先开哪一块？师傅，开莫西沙6。先开这个。好嘞。莫西沙1块。莫西沙。刘少，我出300万，让给我吧。才300万。六少，真是好眼力呀！这块莫西沙少说也要450万。你看见没有？我1块顶你100块。成人，你太厉害了。陆晨，这才是真本事呢。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少丢点人就少赔点钱了。师傅，开第2块，木纳开窗6。我1块顶你100块啊！成人，你太厉害了。陆晨，这才是真本事呢。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少丢点人就少赔点钱了。师傅，开第2块，木纳开窗6。墨玉翡翠1块。我天哪，2连涨，总价值超1000万，就你那些破东西，能比得上我？我觉得吧，你还是现在道歉，跪下叫我一声爷爷，我或许还可以考虑让你少学2声狗叫啊！陆晨，认命吧，你们别欺人太甚。哎，欺人太甚，我这是教他做人。哎呀，开第3块，让他输的心服口服。哎呀，不得了了！开出这么大一块墨玉翡翠，哇，柳少，今天真是好手气啊！这块翡翠少说也要1000万市场价。哎呀，陆晨呐，你输了，彻彻底底的输了。我柳成元3块原石开出价值超过2000万，你的原石能超过1万块钱的翡翠，我跟你姓。现在履行赌约吧，跪下，学3声狗叫，然后彻底离开江城古玩圈。陆晨，愣着干什么呀？怎么还不滚？你不是最有骨气的吗？输了呀就要认，别让大家看不起你啊！哎呀，你俩怎么这么聒噪呀？我的还没开呢呀！哼，师傅，开我那块。啊，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那就让你死个明白。师傅，赶紧开啊！切完了，赶紧跪下道歉。第1刀，白肉没化开。垮了，你说说，我就知道。果然，这个家伙怎么可能开得过？陆晨，看来你的好运气用光了。师傅，继续开啊！不对，颜色不对，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帝王绿，玻璃种帝王绿，我的老天爷！这颜色，这纯净度，极品帝王绿啊！这块帝王绿，温润如水，100年一遇呀！不可能，这种皮相怎么可能开出玻璃种帝王绿？我出1个亿，立刻就转账。1亿2000万，卖给我！不可能，肯定是你作弊了！哎呀，刘少，咱俩还有赌约呢。成人，哎，
怎么了？成人，哎呦，陆晨，你看把成人气成什么样了？他要是有个好歹，我跟你没完！别呀，赌约别忘了哈，还有绝狗叫，记得刷牙了哈。陆晨，你真是太厉害了！姐，我要报仇！陆晨那个狗杂碎，先后2次让我吐血，现在让我成为全江城人的笑柄，我他妈弄死他！成人，你冷静点，你现在身体要紧。医生说了，你是急火攻心，不要再动气了啊！给我闭嘴！要不是你之前跟他在一起的3年，我至于现在看到他就这么恶心吗？我现在一见他就想到你曾经是他的女儿，恶心！成人，你不能这么说呀，我现在心里只有你啊！够了，成人，你让姐姐很失望，输了1次2次，怎么就躺在病床上无能狂怒了？姐，我陆晨的事儿我已经安排好了。姐，你有什么计划？陆晨现在可是风头正盛。风头正盛，那就让他摔得更惨。他不是会鉴宝吗？我就让他们一起付出代价。把人带到云烟斋。你们是没看见柳成人的脸啊，从红到白，从白到青，最后他一口血喷了出来。我的天，实在是太解气了，把人气到吐血，这小子下手挺黑啊。不过对付柳成人这种货色，倒是刚刚好。小姨，重点是过程。陆晨他实在是太厉害了，所有人都笑他挑了一块没人要的破石头，连解石师傅都劝他换一个。可是他呢，他就那么气定神闲的往那儿一站，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结果一刀下去，不对，2刀下去，玻璃种，帝王绿，极品中的极品啊！金学姐，你是没看到那散发出来的光芒，简直像活了一样。我听说了。他不仅开出了极品帝王绿，还对翡翠的种水色底的评价精准的吓人。这已经不单单是运气好能解释的了。陆晨的眼力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是吧？是吧？我就说陆晨他是最厉害的，鉴宝、赌石无所不能。他现在就是我的偶像。冷静点，丫头，你看你的魂儿都快被勾走了。不过这小子确实有点邪门，这运气好的不像话，本事嘛也确实可以。以前一直以为他只是一个有点小聪明的落魄小子，现在看来是块蒙尘的璞玉，有点意思。不只是有点意思，又如姐、小雪，陆晨这次在赌石场大放异彩，不仅彻底打了柳成人和柳如烟的脸，更重要的是他在江城的顶级富豪圈和珠宝商那里一举奠定了大师的地位，这份声望对我们雪月阁来说是无价的。是啊，简雪姐，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对陆晨，不能让他被别的拍卖行给抢走了。当然，这样的天才值得我们倾尽所有资源去和他绑定。或许我们之前给他的合约条件还是有些过于保守，不过能力越强，盯着他的眼睛就越多，麻烦嘛也会接踵而至。不怕，有陆晨在，有我们在，什么牛鬼蛇神都不怕。老板，人我给你带来了，这位就是圈内的鬼手李，做旧行业真正的第一高手。他做出来的东西，就算阎王爷看了都分不出来。刘老板久仰了，您要的东西我带了。按您要求，仿明宣德青花，胎土用的是景德镇老坑高岭土，混合麻仓土，青料是专门从国外调过来的苏麻离青矿料仿制品，烧制温度、用料配方都尽量还原宣德本朝工艺。另外，我又加入了一些特殊的东西。这是最新的光谱检测报告，显示年代距今约600年，符合明代特性。普通检测手段，包括一些博物馆的常规检测，都过得了。确实，和真品一模一样，连我都差点看走眼。赵一眼那个老东西，这次倒还真介绍了个有本事的人啊。这是配套的证书，
仿造雪月阁收藏记录、历次展览记录，上面的水印、钢印、专家签名都完美复制，用的是30年前的老纸张和油墨。好，很好。有了这个东西，再加上赵一眼在圈内的人脉和资源，雪月阁这次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哎，老板，咱们什么时候动手啊？明天。老板，你马上去安排，用海外匿名藏家的身份把东西卖给云烟斋，然后再以其用钱周转为由，低价转给雪月阁。记住，要快，要自然，要让他们觉得捡了个大便宜。明白，老板。李师傅，你的钱我给你打到海外账户。这件事儿，柳老板放心，做我们这行的第一条规矩就是出了门不认识人。今天我就没来过这，您也没见过我。陆晨凌雪，简雪林月如，我要让你们所有人知道得罪我柳如烟的下场。千远阁、雪月阁，都给我变成废墟吧！老陈，哎，林小姐，这是今天刚送过来的，云烟斋那边转过来的，说一个老客户急着用钱，抵押在那儿的。现在老客户那边等钱救命，云烟斋就吃不下，就放到我们这里了。明青花还是梅瓶，器形规整，青花发色沉稳，铁锈斑自然，橘皮纹明显，釉面温润，底款也对。这边是证书，证书齐全，还有这个入库记录也对得上，这是5年前收的那批明青花里的。是啊，柳老板说绝对保真，客户急着用钱，以低于市场价300万的价格转给我们，他们只赚个介绍费。这东西看起来确实没问题，证书也对，价格也合适，收下吧，入库登记在册。哎，好嘞。各位贵宾，这边请。接下来是我们本次拍卖的重头戏，第38号拍品，明宣德青花缠枝连纹梅瓶。此瓶传承有序，证书齐全，经多位专家鉴定为宣德本朝官窑精品，起拍价200万。请出价。250万。250万。300万。300万。你看，大家都认可。500万。500万。您二位还要加价吗？先生，500万，恭喜您。谢谢你。成功了，小易，我就说是真的吧。那个人好像不是圈内的老藏家。有人吗？有没有人？先生您好，您找谁？有预约吗？把你们负责人叫出来，立刻马上。我就是雪月阁的负责人林雪，请问有什么事吗？什么事儿？你们雪月阁卖假货，欺诈消费者。先生，这话可不能乱说。这件梅瓶我们是经过严格鉴定的，证书都齐全。鉴定？林小姐，我们是国家文物鉴定中心的，这是我们的证件。我们受这位先生委托，对这件明宣德青花梅瓶进行了碳14检测。检测报告显示，这件瓷器烧制的年代不可能超过10年，而且证书也是伪造的，这根本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不可能，这个我亲自看过的，怎么会这样？我花了500万买了个假货，你们雪月阁也是100年老店，就这么欺诈消费者是吗？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这位先生，我们雪月阁会对此事展开彻底调查。哼，调查？
证据确凿，还需要调查吗？我告诉你，我已经向消费者协会还有文物局实名举报雪月阁，关店。李总，不好了！文物局和工商局的人来了，说要封存仓库，调查我们所有的藏品和账目。欺人太甚，这是要把我们置于死地啊！我们必须立刻找到破绽，证明那件梅瓶是被人故意做局陷害我们的，否则雪月阁真的就完了。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同行，今天我以古玩协会副会长的身份，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坐在这儿。我们必须要向大家揭露一个令人发指的事实，一个严重玷污我们这个行业百年声誉的丑恶行径。经过我们协会初步调查以及权威机构的检测确认，已经可以确定，雪月阁拍卖行在上周的拍卖会中，以500万元的天价公然拍卖了一件现代高仿明代青花梅瓶，这是赤裸裸的欺骗。这是对那些所有信任他们的消费者和藏家严重背叛。刘会长，您说雪月阁作假，有什么证据？证据？这是那件明代青花梅瓶，这是国家文物鉴定中心出具的碳14检测报告 X 荧光光谱报告。报告中明确显示，这件瓷器的烧制时间不超过10年，是彻头彻尾的欺骗。雪月阁方面对此有何解释？解释？他们能有什么解释？证据是伪造的，东西是假的，铁证如山。我们古玩行业赖以生存的就是信誉2字，雪月阁这种行为就是在绝咱们整个行业的根呢。我作为协会副会长，绝不姑息，必须严肃处理，以儆效尤。必须得严肃处理，应该是好好严重处理。我也很痛心，雪月阁是百年老店，当年林老爷子也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没想到传到第3代，发生这样的事，真是让我们所有同行蒙羞。我在这郑重宣布，古玩协会将立即启动程序，建议有关部门吊销雪月阁的营销资质，并支持消费者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索赔。柳会长，柳会长，哟，陆晨先生。你是来自首的吗？哎，柳会长，你那件瓷器能不能给我看看？怎么，你还想当众销毁证据？这不是你的清远阁，由不得你胡来。不是，你误会了。我呢，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个有意思的东西。柳会长，当着这么多媒体和同行的面，你还不敢让我看一眼你手里所谓的铁证？好，就让你看，看你耍什么花样。你要干什么？给大家看他的真面目。陆晨，你这是在销毁！这个是一种特制的溶剂，是溶解近10年内出现的特殊高分子材料，对真正的古瓷釉面毫无影响。好，大家请看，在长波紫外线下呀，这层涂层呢，很明显的发出了蓝白色荧光，而真正的古玩瓷器啊，在紫外线的照耀下，它的荧光反应很弱，几乎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权威检测会被误导，就是因为他们检测的是这个涂层的年代，而不是瓷器本身的年代。荒谬！这只能说明这个瓷器是被后期处理过的，怎么能说明不是雪月阁自己动的手脚呢？哦，那这个会长怎么解释？这人不是我们原岩斋的。好，那我还有。这是一家特殊化学品公司的销售记录，上面显示1周前有一个匿名账户在网上购买了一批特制的化学品，其成分和梅瓶上的成分完全一致。而付款账户呢，经过调查，最终指向了
刘女士，你在海外的一个离岸公司。荒唐，这也是伪造的。没事，我还有。陆晨，那这个呢，是我们从中间商那里拿到的合同复印件。哦，甲方柳如烟女士，乙方代号鬼手，酬劳1000万。任务要求：制作一件能够通过常规检测明代青花的高仿品，并且伪造全套雪月阁收藏证书，同时用特殊涂层处理一件真品明代青花，使其在特定检测下能够呈现现代特征。如烟小姐，你说你这处心积虑，先让鬼手里仿造了一个可以以假乱真的假货，然后呢，再去寻找一件真品，用特殊涂层处理，然后呢，通过云烟斋低价卖给急需寻找拍品镇场的雪月阁。拍卖成功后呢，你再让你安排好的买家带着权威的专家，然后用专门检测涂层的检测方法，当众证明这是假货。你一环套一环，好恶毒的计策呀！首先呢，可以让你赚到500万的拍卖款，而且还能让雪月阁身败名裂。同时呢，还能巩固你在行业中的正义凛然的形象。哇哦，一石三鸟啊！你好厉害啊！你血口喷人，这是你们和雪月阁联合起来伪造的，你们要陷害我！还在讲。柳如烟女士，我们是执法人员，你涉嫌组织策划多起商业欺诈、伪造文件、损害公司信誉等多项罪成，这是拘留证，请你配合调查。不是，等一下，我是被陷害的，陆晨他。陆晨，我做鬼都不会放你，轻点儿。走，路上小心点啊，注意安全啊！我是被陷害的。陆晨，今天要不是你，雪月阁就完了。那些证据，那段监控，你是怎么拿到的？我都不知道仓库外面还有隐藏摄像头。哎呀，自从上次刀疤来闹过之后，我就建议月如姐加装几个，有备无患嘛。不只是摄像头，还有那个化学品公司的记录，还有那个鬼手的合同，你一定费了很大的功夫，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哎呀，没事儿，举手之劳嘛。你们雪月阁好了，我们清远阁才能好。我们是盟友 ，We are family。不只是盟友，陆晨，从我第一次在古玩街上遇到你，你抱着那个脏兮兮的鼻息，我就觉得你很特别。还有你和柳承仁对峙的时候，你的眼睛里好像有光。后来在赌石场，所有人都笑你，可你就是那么的镇定自若。今天也是，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完了，可是你一站出来，我就觉得天塌不下来。陆晨，我发现我越来越在意你了。每次见到你的时候，我的心都会莫名其妙的加快。你不在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在想你在做什么。今天在发布会，你一走出来，我差点都哭出来。那个雷雪，你让我说完，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陆晨，小雪，小雪，太晚了，我送你回去休息。小姨，你先回去，我还有话要跟陆晨说。今天忙了一天了，又担惊受怕的，你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感谢的话，以后有的是机会说。陆晨啊，今天的事谢谢你，这个人情我们雪月阁记下了。走。陆先生今天在发布会的表现，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简小姐过奖了，我是对手的破绽太多了。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那些破绽换做旁人，就算摆在眼前也未必看得穿。观察力、判断力，还有在关键时刻拿出决定性证据的魄力，不是人人都有的。我一直都很欣赏有才华的人，尤其是像陆先生这样深藏不露，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的。今天时间仓促，有很多细节还没来得及向你请教。不知道陆先生明天下午是否有空？我想私下多向你请教学习。我知道一家很安静的咖啡馆，很适合深夜静。
明天我约了2个老工匠去看看木料，要不然咱们有什么事的话，在群里也可以说，或者是在这里也可以说的。看来是我太过着急了。也好，那就期待下次深入的交流。哎呦，这叫啥事儿啊？陆晨，月如姐，今天谢谢你，不仅仅是为了替雪月阁解了你，也为了小雪。那丫头年纪小，心思单纯，藏不住事儿。她今天说的话，别往心里去。哎呀，没事儿，也没多大事儿。她呀，岁数小，精力又少，情绪大起大落的，所以会误解和产生一些依赖，很正常。我呢，把她当朋友，也把她当成需要被我照顾的妹妹。你能这么想，那真是太好了。小雪确实年纪小，喜欢感情用事。我知道以前对你有些误会，态度也不是很好，但我这个人习惯了保护小雪，保护雪月阁，对接近我们的人多有防备之心。你不一样。哎呀，没事儿，都过去了。We're family。下周江城有一个私人鉴宝会，来的都是有分量的老藏家，不对外。他们给了我一个名额，让我可以带一个搭档去。我想邀请你一起作为我的搭档。私人鉴宝会，挺有意思啊。那你是答应了？可以，晚点告诉你时间地点。陆晨，你快帮我看看，这几笔账我怎么都对不上，是不是系统出问题了？你这个是出库和入库记反了，然后中间小数点好像错了。哇，你好厉害啊，一眼就发现了，我看半天都没有发现。作为感谢，我请你吃午饭吧，我知道新开了一家日料，超级好吃。走。吃饭。陆先生，尝尝这个，朋友从云南带回来的古树普洱。这批玉器里有几件高古玉，纹饰特别，我有些拿不准。你看这个，就这个龙纹配，你看这里的游丝毛钉，是战国的典型工艺，还是后世仿刻？这个工艺是老的，就是沁色有点浮，然后需要仔细看看孔道和包浆，但是整体应该是真的。有你在，我就放心了。对了，下周的那个私人鉴宝会，月如姐跟你说了吧？我也有收到邀请函，我们可以一起去。陆晨。月如姐，来，小雪那丫头非说自己煲了汤，让我给你送过来，说是感谢你上次帮忙对账。不过这丫头笨手笨脚的，可能不太好喝。那你帮我谢谢小雪，你先放那儿吧，我一会儿喝。需要帮忙吗？不用，我自己来就行。哎呀，别磨叽了，先喝汤，凉了就更难喝了。不用，我自己来就行。喝呀。什么？柳承人这个混蛋把所有罪都扛下来了。他说他是因为嫉妒陆晨，为了报复私下做的局。柳如烟完全不知情。执法人员传来的消息是这样的：柳承人提供了完整的作案细节，包括联系鬼手礼、购买涂料、联系买家等等，逻辑链复杂而且相对完整，并且他坚称柳如烟并不知道他的目的。父子兄弟都没这么讲义气，这柳承人又有几斤几两，我们会不知道？肯定是柳如烟在背后操控他，但是这证据链都指向了柳承人，
柳如烟倒是被摘出去了。哎呀，意料之中，柳如烟没那么容易倒。柳承人顶罪是为了保全玉烟斋和柳家的产业，这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选择了。不过经此一事，我估计短期内他们也不会明目张胆做什么。可是好气啊！就让这个坏女人这么逍遥法外了。她逍遥不了太久的，作恶的人一定会露出破绽的。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是让雪月阁变得更强大，站稳脚跟。李总，有一位叫李小文的小姐说想见陆晨陆先生。你来干嘛？陆晨，我对不起你。哎，李小姐，有话直说啊。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了，但是我必须要把真相说出来。和柳承人在一起，我是被逼的。他用我家里的生意威胁我，如果不跟他在一起，他就让我爸妈在江城待不下去。我一个女孩子，我能怎么办呢？陆晨，我心里一直只有你。这么多年，我一直很后悔，我每天都在想你。离开你，我是迫不得已啊。你意思是之前逼我下跪，然后当众嘲讽我捡垃圾，这些都是被逼的呀？没错，都是柳承人他让我这么说的。我要是不说，他就会打我骂我。你看，这都是他打的掐的。陆晨，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软弱，不应该屈服。柳承人他现在进去了，柳如烟也自身难保了，我自由了。yes。陆晨，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重新开始？我知道你现在很厉害了，又跟雪月阁的关系不错。如果我来帮你，我们一起联手，一定能。哎呀，李小丸，你手臂上的痕迹啊，颜色深浅不一，方向凌乱，这个是不是更像是不小心划伤，或者是故意弄出来的吧？至于被逼啊，你说之前那会儿，我看他送你首饰、名牌包的时候，你在发朋友圈的时候，没看你不情愿呀？你在赌石场看见他连续赌涨的时候，你眼里的兴奋和贪婪也不像是装出来的呀。陆晨，你怎么能那样想我呢？我是真的爱你的呀。爱，你的爱就是在我们家最落魄的时候转身就走，然后投入柳承人的怀抱，是吗？你的爱就是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对我极尽嘲讽，在发现我有能力以后又想来分一杯羹，是吗？不是的，别把别人想的跟你一样蠢，听懂了吗？告诉你啊，咱们早结束了，以前是，现在是，以后更是，给你留点体面，自己滚，别让我叫保安。还有，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你的戏啊太假，你知道吧？陆晨，你别以为你搭上雪月阁你就了不起了，你给我等着！哼！哎，报个班啊！表演班也不贵，练练演技这方面以后都有用的呀！啊！陆晨，那个坏女人又来找你干嘛？哎呀，陆先生，没事吧？如果需要法律层面的帮助，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律师。不用。看来确实需要加强安保了，别到时候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放进来。啊？不是，你们干嘛呀？就一点小事儿都解决了呀？怎么能是小事儿？他肯定没安好心。陆晨，你不能再心软了，她这种女人最会装了。林雪妹妹，陆先生慧眼如炬，真假人心自然分得清。你年纪小，容易感情用事，分不清依赖和别的感情，是吧，陆先生？是。简学姐，你说谁呢？我分得可清楚了。我就是喜欢陆晨，怎么样？小雪，你又胡说什么？喜欢？
林雪妹妹，感情不是过家家，陆先生需要的是一个并肩同行、彼此理解的伙伴，而不是一个时刻需要被照顾还会添乱的小朋友。我才不是小朋友，我可以帮陆晨的，而且我现在鉴宝也有进步了。陆晨，你说是不是？不，我想起店里好像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站住！下周末的私人鉴宝会，陆晨是我的搭档，我们已经约好了。小姨，月如姐，小姨，你耍赖，你都没告诉我。月如姐，我记得雪月阁也收到了邀请函，我作为首席拍卖师，陪同陆先生出席似乎更合适。我负责安保，保护鉴定师和藏品的安全是我的职责。再一个，我早就约好了呀。我不管，反正我就是喜欢陆晨。你们是不是也喜欢他？你说，你喜欢谁？我这别！哎呦，姑奶奶，你们这是干嘛呀？这姑奶奶。好，那我们公平竞争，看谁最后能赢得陆晨的心。但是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要堂堂正正的。好啊，我对自己有信心。随便你，不过一切要以雪月阁的工作和陆晨的意愿为先，别给他添麻烦。那就说定了。陆晨，陆晨，期待与你在工作和其他方面都有更深入的交流。自求多福。还挺热闹。这给你。哟，我当是谁这么大阵仗呢？原来是打假英雄陆大师和雪月阁的3位倾国英雄。柳如烟，你还敢出现？我为什么不敢？我又没犯法，犯法的是我那不成器的弟弟，倒是你们凭借着某些人的好运气和特殊手段，才勉强没倒。怎么，现在靠组团卖笑来撑场子了？陆晨，你这左拥右抱的，这忙得过来吗？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再让我听到你嘴里不三不四，下次可不是一个巴掌这么简单。藤井先生，你看他。陆先生吧，使劲使劲。别人藤井一郎，藤井商会的会长。柳小姐呢，是我们商会的特殊顾问，更是我的朋友。年轻人有点火气，我也可以理解，但动手打人有失风度。藤井先生，风度呢是对人的，对于这种上来就狂吠的东西，我的同伴只是让他清醒。如果藤井先生觉得不妥，可以让保安去调监控啊，看是谁先口出狂言的。藤井会长，没想到你对我们江城的古董圈也感兴趣。柳小姐能成为您的顾问，真是找到了好归宿。希望柳小姐这次经手的东西都能干干净净，别再闹出什么误会。哎，简小姐，您说笑了。藤井商会做生意一向注重的是信誉、严厉。倒是陆先生，我听说您鉴宝的眼力非凡，连真古斋的王掌柜都甘拜下风。那今晚可得长长见识了。嘴皮子厉害有什么用？拍卖场讲究的是真金白银，凭借女人和运气上位的，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今晚呀，可不是靠嘴就能赢的。你说的对，那咱就一会儿拍卖会上看看实力呗。希望藤井商会资金准备充足，
别像某些人一样，只会虚张声势。有点意思。那咱们拭目以待。各位尊贵的来宾，大家好！好，欢迎来到本次私人珍品拍卖会。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件重器，第38号拍品，传承有序，北宋汝窑天青釉碗。此碗源自海外某古老家族珍藏，流传有序，釉色天青，清澈如洗，器型端庄，乃汝窑器中上品，起拍价300万人民币，350万，350万，380万，380万，500万，500万，550万，550万，800万，800万。陈哥，这个碗好漂亮，感觉像拥有了整个天空。不过，就是有点太贵了。是挺漂亮的。 800万第一次哎，800万第二次，800万第三。哎，等会儿，主持人，你这碗有问题啊，请暂停拍卖。不是陆晨，你要是买不起就别捣乱，这不是你哗众取宠的地方。怎么，看藤井先生出价高，急了？年轻人，你应该懂得拍卖场的规矩。你质疑拍品可以，但你要有证据，否则你会负法律责任的。我要是可以证明这是一个以假乱真的赝品呢？这位先生，您说的可有依据？我们有3位权威专家联合开具的鉴定证书。哎呀，爱谁谁。不，我的意思是，你们证书或许没问题，但是你们这个东西本身有问题啊。要不然请王掌柜来长长眼吧。哎，王掌柜，王掌柜，哎，在那儿呢，长长眼呀。这釉色如玉似冰，宝光内敛，开片自然，蝉翼纹、鱼鳞纹交错，确是宋儒风貌，老气十足。此物大开门呐！听到了吗？前辈也都说是真的，赶紧给藤井先生和各位道歉，然后滚出去。王掌柜，要不然您用高倍放大镜仔细观察一下碗心底部，然后呢，再用紫外线照射同一区域试试。这是民国时期的仿制标记，难道这是鬼手周的作品？传说他能用真品碎片拼凑，甚至用真胎挂假釉，脑气心功，仿制之物连仪器都能骗过。惭愧，今天若不是这位小友的点破，老夫恐怕要在这里打眼了。此碗堪称真赝合体，仿制技艺亦真画境啊！哎呦，这不可能啊！精彩！陆先生果然名不虚传，好眼力，别人差点就花了冤枉钱，佩服！哈哈哈哈！别客气，别客气，坐下吧。感谢陆先生避免了一场重大交易纠纷和损失，我们尽快撤下这个拍品，严肃地追查来源。刚收到消息，那个藤井一郎
表面是跨国商会会长，实则是国际文物走私集团黑联在东亚的重要人物。这个拍卖会可能有他们洗白或出货的渠道。果然是蛇鼠引魔，有个人这么快搭上这条线，看来是铁了心要跟我们死磕到底了。各位来宾，接下来是我们今晚压轴的拍品——一尊鎏金佛，据传出自山西某古寺，年代久远，法相庄严，起拍价500万人民币。就这玩意儿还值500万？我还以为压轴是什么宝贝呢。就这，价值低，品相也一般。我看呀，200万最多，顶到头了，谁买谁大冤种。600万，600万一次。陈哥，这个佛手看起来好旧啊，有什么特别的吗？感觉不如刚才那个碗好看。600万2次。这件拍品，我必须拿下。这件不行。这个东西看起来有什么不一般的吗？非常不一般，这可能是一件失踪千年、牵动国运的绝世国宝，必须拿下它。具体的拍了再说。需要多少资金？我们雪月阁全力支持你，不惜一切代价。600万，1000万，1000万。不是陆晨，你是刚才出风头出上瘾了，还是有钱烧得慌呀？这真不是自己花钱哈，傍上雪月阁这么大款了，财大气粗。2000万，5000万。疯了，绝对疯了！你们就这么看着他败你们家底儿啊？陆晨说值就一定值，我们雪月阁愿意。我们雪月阁代表陆先生出价5000万，资金充足，请放心。年轻人，我善意提醒你，适可而止。有些东西不是你能碰的，更是你碰不起的。8000万，1亿，1亿人民币，1个亿。这位先生出1亿人民币，还有加价的吗？真是有钱收了。陆先生有魄力，我退出了。希望这件宝贝能够真的物有所值。1亿1次，1亿2次，1亿3次，成交！恭喜陆先生。陆晨，你到底在搞什么鬼？花1个亿就买这破佛手？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柳会长怎么这么关心啊？可惜和你没关系，要不，或者说呢，和你背后的主人没关系。年轻人，我还是那句话，有些东西你懂得太多，拿的又太多，未必是福气。希望我们后会有期。这句话呢，我原路奉回。江城的水啊，太深了。等回头呢，您的生意要是做大了，别忘了低头看看脚下的路，好吧？那2个鞋带开了呀。是。哎呀，你有病啊！财大气粗啊！我给你出的出人钱。表面浮尘主要是棉絮和居士尘，酸性不高。但耳道和眉沟弯折处的垢壳成分复杂得多。你看这结痂的厚度和颜色，里面应该混杂了大量香灰、油脂，甚至是历年不当清洁留下的微量化学残留。颈部的铸造痕迹呢，与明代中期官造佛像的工艺很像，是老的了。
没错。不过这个击打痕迹很新啊。新有多新？不会超过20年，而且力度和角度都很刁钻。就像是用什么尖头工具故意为之，应该不是意外磕碰，这更像是什么拙劣的试探，或者是想破坏什么又不敢用力。试探？你怀疑有人知道这佛手内藏玄机？是当年经手过它的人，还是最近的买家？哎，找到了，在这儿，在正面。正面？这么明显的位置。佛家呢讲究明心见性，最关键的线索就藏在最显眼，却最容易被惯性思维忘了的地方，就是这个眉心的白毫像。你看，这个拼接处果然有缝隙。果然是。这不会是真的吧？这光不是普通玉石，是顶级的和田玉籽料，还是传说中的某种古玉？这玉质是顶级的羊脂白玉，而且是老坑料，油性、密度、光泽都达到了极致。看着赤狐钮的雕工，是典型的战国到西汉的风格，霸气内敛，细节处理非皇室工匠不可为。这难道真的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和氏璧为材，赤狐鸟，李斯篆书，金镶玉角，所有特征完全吻合。这真是穿过玉玺。天啊，陆晨，这不仅是国宝，这是承载了2000年华夏正统象征的神器。陆晨，你找到了传说。月如姐，我俩看见了。陆晨，你跟简雪在一起吗？小雪没去找你们啊？啊，小雪，你们不是说一会儿一起过来看佛像吗？对，我们是约好了，但我处理完安保细节给他打电话，他一直没接。我打到家里，保姆说他下午接了个电话就匆匆出门了，到现在都没回来。我打了10几个电话，一直都是关机。他从来都没有这样过。我查了一下他手机最后的地点，他在城西老码头附近，那地方鱼龙混杂。城西老码头？他又不会去那儿，什么时候失联的？大概2个多小时前。我在想，会不会是柳如烟，还有通缉商会那帮人？他们今天刚刚在拍卖会上吃了大亏。如果是绑架或报复，时间点太巧了。我们刚找到玉玺，除非他们从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佛手本身，而是还有其他目的。那个月如姐，你这样，你先别急，你赶紧去调取所有能调取的监控。我和简雪先去城西老码头，咱们随时联系。我现在就去，走。我去开车，需要通知执法人员吗？先不要，万一真是他们那边的人，你通知执法人员可能会让小雪更危险。咱们先去吧。行，快走。
唐景先生，您看这小丫头片子，都沦落到这种地步了，还这么不老实。不过有她在正好，不怕陆晨不把东西交出来。雪月阁这几个女人里，最宝贝她了。藤井先生，咱们的人可都安排好了，是不是等陆晨把玉玺拿出来，咱们就……山本组的人马上就到了，他们负责善后，东西拿到手，我们必须马上转移。江城的水太深了，那咱们安排完这些，藤井先生，您真的会带我回倭国吗？您之前说过的，只要我在您身边，做什么都行。现在还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东西到手会有你的荣华富贵。安静点。小雪，小雪，小雪，来的还挺快呀，看来这小丫头在你心里分量还是挺重的。陆先生，你胆量还真大，看来拍卖会上的提醒你没听懂啊。玉玺，否则，这位美丽的小姐美丽的脖子上会留下一道并不美丽的刀疤。先把她放开，玉玺没在我身上。不在你身上，那你去拿呀。给你半个小时，不，20分钟。东西不拿来，你就等着给他收尸吧。找死！林月如，你们先去救小雪，我来收拾这个小花岗。连我外甥你都敢欺负，也不打听打听我是干什么的。小雪，没事吧？小雨，他们用我爸妈的安全威胁我。好了好了，没事了，不怕不怕，我们都来了。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藤井一郎，藤井商会的会长。得罪了山本组，得罪了藤井商会，今后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在倭国，在全世界就没有好下场。大家疯狂的报复吧！报复？知道姑奶奶当年在特种部队收拾了多少倭国的客人吗？你算老几，还敢威胁我的家人？你要是再敢多说一个字，我让你这辈子只能用吸管吃饭。呸！小姨，你们快带小雪先走吧。建雪，你帮我照顾一下她，看她受没受到惊吓。好，那你呢？我在这等执法人员过来处理。这两个，还有他们口中的山本组，一个都跑不了。哎，不是，那你自己一个人在这等肯定不行，他们的人都快到了呀。来得好啊！就这几个倭国来的混混，可掀不起什么风呢。今天来100个，姐就打100个，正好活动活动筋骨。哎呀，快走吧，可别磨叽了，安全第一。不是，赶紧带小雪走，玉玺的事儿绝不能再有闪失了。快走。那放心吧，有我呢。那你小心。走，小心点你。走吧。陈哥，你今天真是太厉害了！你今天在台上的时候，我都快紧张的不能呼吸了。直到你把玉玺交上去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好像在做梦。你现在成了英雄，
真正的英雄。不是想做梦，而是我们共同见证并参与了一段历史。陆晨，从今天起，你不再只是清远阁的陆晨，也不只是雪月阁的顾问，你的名字已经跟国宝回归永远联系在一起了。名声越大，盯着你的眼睛就越多。今天台下可不全是祝福的目光。藤井商会虽然垮了，但黑莲集团绝不可能只有藤井这么一个头目。还有，你身上最大的那个秘密。月如姐姐说的对，玉玺虽然回家了，但我的路可能才刚刚开始。那天结束以后，我和馆长聊的就是关于他。馆长怎么说？这个碎片是不是比玉玺还厉害？馆长说他们动用了最先进的仪器和一些未公开的仪器，都没能找到这个碎片的来源和材质，无法解析。这意味着这碎片的源头可能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馆长说他们在一些绝密的古老档案中，上面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他们都指向一个被称为元气的古老文明遗物。传说中元气被散落成了无数碎片，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能力，而我这个可能是其中之一。所以你是说，这世上还存在着其他跟你有类似能力的人，或者是寻找碎片的人？没错，所以藤井背后的黑莲集团，他们的目标可能从来不是走私文物，或许就是寻找这些碎片。玉玺可能就是个诱饵，或者是开启保护秘密的钥匙。那你岂不是更危险了？唉，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馆长说他们要代表那个绝密小组正式邀请我加入，不是作为研究对象，而是作为溯源者。他们想借助我的能力去寻找和保护那些其他的碎片，以防他们落入恶人之手。你答应了？我没有立刻答应，我说我需要时间，也需要值得托付的伙伴。这条路注定不会平坦，路上可能会遇到很多一些我们无法想象的敌人，也会解开一些关于我们陆家的线索，还有一些这个世界的未知真相。所以少废话，清远阁的茶我还没喝腻呢，你想跑哪儿去？雪月阁的未来会全都压在你这位首席顾问身上，你想甩手不干可没那么容易。反正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这次你别想甩掉我。玉玺归位，星门将起。陆晨，你准备好见识真正的宝藏了吗？陈哥，谁的信息啊？那个没什么，垃圾短信。小雪，你不说你饿了吗？我知道有家特好吃的饭店，咱一起。啊？走啊，一起呗，走。这小子又开始自作主张。新的棋局已经开始了。